日前，关于航母的研制进展也成为了军迷朋友们最期待、最关心的事情。最近有消息显示，003型航母的总体轮廓已经初具形态，不少分析人士预测003型可能会在2021年底之前的几个月建造完毕。就在所有人将目标紧盯在中国新航母上时，美国人却充满远见卓识地关注到了中国航母另一个更让他们担心的事情。美国军事专家萨巴斯蒂安·罗布里日前发表了一篇题为这类飞机将把中国的航空母舰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的文章。文章开头，他强调称，北京目前对国外战争不感兴趣，但是他确实试图改变太平洋的军事力量平衡。像歼 16D 这样的飞机表明，中国人民解放军对研发专门的飞机感兴趣，因此能将中国的航空母舰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的飞机，就像是歼 16D 这样的飞机，这其中究竟暗藏着什么样的玄机？我们接着往下看。在世界一贯的认知中，一艘航母战斗力是否强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航母舰载机。美国海军中的 EA-18G 咆哮者电子攻击战斗机是少数几种旨在干扰并可能摧毁敌对雷达的军用飞机之一，在航母作战中具有重要作用，因为这些雷达可以引导致命的地对空导弹打击友军飞机，因此此类任务也被称之为制敌敌人的空中防御。而在美国人看来，歼 16D 未来将扮演着和 EA-18G 咆哮者电子攻击战斗机一样的角色，性能甚至更加强大。据消息显示，歼 16D 拆除了30毫米的加农炮和红外传感器，这表明歼 16D 的定位并不是进行近距离混战，取而代之的是歼 16D 安装了更为先进的有源相控阵雷达以及新的电子战吊舱，这些设备对于干扰敌方雷达、破坏目标都非常有用。更为重要的是，歼 16D 的改进还揭示了中国在战争中战略意识的转变。此前，我国并没有着重研发专门用于电子干扰器的战斗机，而只是在某些执行其他任务的飞机上配备战术干扰器和其他电子设备，如具有电子战能力的战斗轰炸机歼轰7。因此，正是这样的转变将使得中国航母作战能力上升到一个新的专业化的高度，这将使中国真正具有同美军一样的全方位作战能力。某种程度上来说，让美军害怕的不只是中国技术，还有中国战略意识的转变。二战以后，关于超级大国的讨论开始变多。经过2次世界大战，大发战争财的美国成为了人们口中的超级大国，而后苏联也强势崛起，成为了与美国一样的超级大国。不过，这一切的荣光在苏联解体后开始消散，俄罗斯国防工业开始陷入衰退状态。有趣的是，今天当人们在谈起俄罗斯时，其仍然被认为是一个超级大国。那么，俄罗斯这其中经过了怎么样的努力，又重回了这一位置呢？据外国媒体报道称，直到21世纪初，俄罗斯才恢复到基本水平，而复兴的一个关键举措在于，俄罗斯确立了国防工业的首要任务是加强战略核力量，具体表现就是加强核三位一体的作战潜力。所谓的三位一体是指在核武器领域，一个国家同时具备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和战略轰炸机3种核打击方式的能力。目前全世界公认的同时具备这3种打击能力的国家只有美国和俄罗斯。可以说，俄罗斯的这些努力增强了对敌人的威慑能力，尤其是美国和北约。因此在世界范围内，人们谈起俄罗斯总会第一时间联想到其强硬的军事手段，并以此认为俄罗斯符合心中的超级大国的形象。与此同时，又出现了另外一个国家即将崛起为超级大国的声音，那就是中国。但是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中国并没有像俄罗斯一样大力发展战略核力量。那么中国成为超级大国靠的是什么呢？从历史上我们可以找到答案。我们知道中国在过去的2000年里一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之一。中国近代的贫困落后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相当反常的一个现象，而如今中国又再一次成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国外经常对此描述称中国取得一个多么惊天动地的成就，但是了解的人就会明白，这不过是中国的一种抚慰罢了。无论是今天的中国发展成就还是历史，都在证明中国不靠大规模发展战略核武器也一样可以成为超级大国。因此这或许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的核弹头数量相比美俄差距太大。我们并不是借此来成为提高国际影响力、震慑别国，而是当做一种自卫的手段，确保在敌人进行核打击时能够有效地进行2次打击，从而迫使敌人放弃这一两败俱伤的念头。为了实现世界强国的野心，印度提出了野心勃勃的印度制造计划。
但是事实却是，印度接连不断地爆出对外进行军事采购的消息。日前，据印度媒体最新报道称，印度空军已经批准了一项计划，其中包括从俄罗斯购买的30多架现代战机，包括21架米格29战斗机以及12架多用途战斗机苏30 MKI 的一系列新型战斗机。按照印度国防部的说法，购买和升级米格29的费用将接近10万亿美元，而购买由印度斯坦航空有限公司在俄罗斯允许组装的苏30 MKI 则需要花费14.3亿美元。这样的一笔费用，在印度国防预算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无疑是一笔巨款。分析人士指出，印度在国内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进行此项采购是迫不得已的。当前，印度空军存在一系列有待退役的旧飞机，印度空军将面临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战斗机短缺。目前仅只有59架米格29服役，而苏30 MKI 则只有260架。按照印度方面的说法，如果想要在边境上同时进行两线作战的话，印度空军至少需要42个机队，但是印度目前仅只有30个战斗机中队。值得注意的是，在印度公布采购俄罗斯战机之前，印度已经批准采购83架国产光辉战机的请求。不过，对于这一采购计划，外界并不看好。受制于印度本国薄弱的军工制造底子，光辉战机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屡屡受挫，研发周期不断延长。此外，说好的首款国产战斗机到最后也变成了万火造。光辉战机的发动机、航电、火控、武器等系统先后引自国外技术设备。可以说，尽管印度订购了83架，但是分析人士指出，印度军方对于该国产战机并未抱有太大的期望，反而是将赌注压在了俄罗斯战斗机上。那么人们不禁疑惑，印度下这样大的赌注，最终收益如何？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几年中，一系列的米格21以及米格29发生了坠毁事件。早在1980年，印度就从苏联订购了超过66架的米格29。如今40年过去了，印度还在大力采购这一战机。尽管该战机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创造了良好的飞行记录，但是这毕竟是上个世纪的战斗机。有专家调侃称，这是库存的驼背老头。再加上印度国内本就令人堪忧的战机维修保养现状，那么印度将赌注压在这一战机上，恐怕最后将会亏得血本无归。根据亚洲经济时报的报道，最近发生了一件可能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特别是在印度与中国和巴基斯坦边境的紧张气氛中。该报纸在报道了印度米格21战斗机在巴基斯坦边境附近坠落的事件。印度空军在拉贾斯坦邦苏拉特市附近坠毁，飞行员很幸运能够安全逃脱。其实印度时常发生坠机事件，那么为什么这一次引起了这么大的关注呢？其实在发生坠机事件的第二天，印度空军就派出一个小组前往距巴基斯坦边境约200公里的苏勒加开始调查。印度时报援引一名国防官员的话说，调查小组将开始了解坠机原因，一旦他们提交了最后报告，我们将知道更多细节。调查完成后将清除飞机上的剩余碎片。而关于国防官员的声明中的更多细节一词，欧洲时报提出了可能性：印度是否在认真调查中国是否允许巴基斯坦使用电磁脉冲技术击落米格21，而这种电磁脉冲技术又究竟能不能对米格21战斗机造成伤害，并导致其大规模坠毁呢？根据亚洲经济时报的报道，这不应该仅仅是夸大其词。据美国国土和国家安全特别工作组执行主任彼得·文森特博士发布的一篇报告中提到，中国可以使用 EMP 技术攻击美国，而中国甚至拥有 EMP 超级武器。那么什么是 EMP 武器？报道称 EMP 是一种新型武器，可以通过立即释放强电磁脉冲来进行大规模杀伤。它们可能会干扰、损坏或导致电子设备掉落，进入过热状态，导致电路板故障或完全故障。如果配备核弹头或 EMP 非核弹头，则任何一种武器都可能发动突然的电磁脉冲攻击。所以亚洲经济时报推测，现在中国很可能已经对印度使用了能源导向武器，因此他们认为中国与此次米格21的坠机事故有关。但是印度坠机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为什么此次坠机就咬定与中国有关呢？而且 EMP 武器究竟能不能击落米格21呢？其实米格21不是线控飞行飞机，因此 EMP 最多会影响其电子设备，例如连接到 EOD 显示器的计算机。而即使是电传飞行系统也很麻烦，因此 EMP 武器不太可能被用来摧毁米格21。那么印度究竟为什么要将他们的坠机事件扯上中国武器呢？据印度时报报道，中国可能已经向巴基斯坦出口了武器，特别是在印度与巴基斯坦持续发生冲突的背景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发生坠机原本就是一件极影响士气的事情，但是这样一报道，不仅可以将自身失误扯到敌人武器的身上，还可以又为中国拉了一波仇恨。